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定焦镜的爱好者，24、35、55、85，这是我手上拥有的定焦镜。24跟35是我最近比较常用的，近期比较喜欢广角。不过总是会在有一些时候，我们在创作的节奏很有限的状况下，我们会需要不同的焦段去完成一个故事，不管拍照跟拍影片都是哦。这个时候，一颗变焦镜它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这颗是 Sony FE2470 f2.8 GM 2代，可能有蛮多朋友都蛮期待这颗镜头的。在聊这颗镜头之前，我想先聊一下一代2470一代，我常使用它，但我都是借来的。我觉得2470的焦段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在工作中常常会需要它，尤其是近期我自媒体的创作常常是一个人出门，自己一个人拍摄去完成一个故事。在这样的状况下，2470的焦段我觉得是还是最全能的。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一直都没有购入一代的原因是我一直卡在它的体积跟重量，虽然它的表现是很棒的。不过这次要聊聊的是这颗镜头，我使用了大概3周的时间，我会用我的观点、我的需求，然后我这3周以来的使用心得跟大家分享这颗镜头的感觉。这一次的体积跟重量还有它的表现，2代真的蛮好的。OK， 我们先聊一下它在 Specs 上有哪一些的进化。这次的拍摄我主要是用 Sony FE2470 f2.8 GM 2代搭配 A7 IV 做拍摄，镜头本身的前域口径是82，这尺寸刚好可以搭配我的 ND filter。跟其他的 GM 镜头一样，它的光圈环可以调 Click On 跟 Off， 这针对拍照跟拍影片都可以依照需求去做切换。但另外一提的是，这一次多了 Iris Lock， 它可以避免我们在某些拍摄状况下意外的去调整到光圈的设定。这次镜头多了4个 XD 线性马达，所以它在对焦的表现又更好，甚至在变焦的时候依然有好的对焦表现，使用起来非常的有感。觉得 Sony 的机器本身自动对焦就已经很好，所以在使用上有时候我分不清是镜头还是机器本身让对焦变得更好。不过关于自动对焦，我有自己的喜好。如果我们把机身的对焦设定都调整到最高，速度7，灵敏度5，你会发现它的对焦真的很惊人又非常的准确。不过我个人的喜好是把速度调整至4，灵敏度也是4，我喜欢它有稍等一下的感觉，但这部分就是个人喜好了。OK， 这次的最近对焦距离有明显的提升哦。在拍摄的经验上，我常常对一些镜头有一些遗憾，因为当我们要拍一些细节的时候，却不太容易执行出来。但这一次的最近对焦距离是很 nice 的。我一开始先试了70的这个焦段，然后我后来发现，原来我们还可以再更靠近一点点，所以我用24焦段的时候，我又靠近这个灯泡再更近了。所以它能够接近被摄者的距离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我觉得对我们在拍摄上是有很大的方便性跟创作的可能性哦。除了上面聊到的 specs 之外，我觉得这颗镜头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体积跟重量，但大家应该也会很在意它的影像品质是否提升了。说真的，我对于1代的品质一直没什么好挑剔的，但在这颗2代的镜头使用上，我比较有感的是它在光圈 2.8 的状况下拍摄，影像品质依然是很好的，整体拍摄起来不管是影片还是照片的表现，它都是很锐利的。我在这边放一些照片跟影片，然后也放了调色后跟未调色的一些档案，大家可以看一下咯。因为镜头的重量跟体积，它搭配稳定器拍摄相对一定是更方便的。
不过除了工作以外，我是一个不用稳定器的人哦。当我们利用相机的 IBIS 把稳定效果调整到 Octa-Mode， 再搭配这个镜头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更好的稳定效果。OK， 关于防手震，拍片人可能会分成两派，有一派认为不用防手震才能够表现更真实的感觉。其实包含我自己也是，因为毕竟透过数位调整过后的画面总是稍微的不自然。不过常常我们在某些拍摄状况下，尤其是生活记录，我们并没有稳定器的资源的时候，又或是我只是想要当下模拟定卡的影片表现时，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优势，瞬间达到我们想要的稳定效果，可能就只是那几秒，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拍了2颗镜头，都是手持，边走路边手持，一个是有开稳定，一个是没开稳定。大家可以看这2颗镜头的感觉上有没有不一样呢？这颗镜头多了一个这个新的 switch， 这边是 smooth， 切过去是 tight， 这个是变焦环的松跟紧。我觉得这个蛮贴心的，它针对不一样的使用者。如果是拍影片的朋友，因为以往我们用单眼镜头做拍摄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做这个顺，因为它的顺太紧，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 smooth 的顺，所以我们会选择不做这件事情。但现在有了这个 option 之后，因为它真的非常的松，非常的滑顺，非常好使用。这3周使用下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我就可以开始做这些行为。那针对 tight 的部分，就是针对拍照的朋友，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拍照的时候，假设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圈焦，然后我们焦段拉到50，我们需要往上拍，那我们不会因为晃动而移动，它就会定在这边，因为它变得比较紧了嘛。我觉得这一点蛮贴心的，一颗镜头针对了不同的使用者的需求。然后再来我想要聊的是，因为这一次我是搭配 A74 这台相机， A74 这台相机有减少呼吸效应的功能，这颗镜头本身也有这个功能，所以当这颗镜头搭配这台机器的时候，它减少呼吸效应的反应是会更好的。所以我们在看一些画面焦点的转换的时候，它会更 smooth。我觉得环境改变之后，大家开始用单眼或单眼镜头拍片嘛，但我们一直无法克服的就是我们要能够做到像电影镜头一样 smooth 的一个圈焦，但这件事情现在慢慢一一被克服了，我觉得蛮有趣的哦。
OK， 我想要小聊一下角短、广角、标准、望远。广角一直都是我觉得最容易让观众跟角色有 connection 的一种表现方式可能是因为它的画面的资讯比较多，我们比较看得到角色跟环境背景的故事关系连接是什么，又或者是我们可以利用不一样的角度去制造比较有张力的一种创作方式那望远，因为我们的画面被压缩了嘛，我们的资讯变比较少，我们更 focus 在这个角色的情绪、样貌跟行为，他的态度，他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但不过望远，我一直总觉得他给予观众与角色的关系是比较疏远的，它比较像是一个旁观者，比较像是一种偷窥的方式。那标准呢？顾名思义，它 standard lens 或是 normal lens 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最无聊的焦段。不过，与其说无聊，我比较想要说它是一个最自然的表现。它比较像是一个记录式的，因为我觉得35以上到55、50，它是一个标准最接近我们人眼所看到最舒服的一种呈现方式所以我觉得在标准镜的表现，它是比较像是一种记录的形式，所以当我们在选择不一样的焦段去叙事的时候，它表现的感觉都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会去思考，我们是要故事多一点呢，还是我们的张力多一点，我们要情感多一点呢，还是我们的画面表现要多一点？这都是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因为焦段的不同而需要去思考的嘛。在自媒体创作，我常常需要一个人去完成一支影片在拍照部分，我记录家庭的记录、街拍跟人像，这颗镜头的确可以帮助我不少。如果你是影像工作者，婚礼摄影、商业摄影或是网络广告的拍摄，我觉得它的确也可以帮助你不少。它的表现跟它焦段的 range， 然后再来，因为它体重变小了，它上 gimbal 上稳定器，它会变得更加的方便了。我自己一直都是一个定焦镜的爱好者，是因为我喜欢定焦镜所表现出来的品质。不过这颗镜头3周这样用下来，我对它的表现是很喜欢的。它在光圈 2.8 的时候依然可以有很好的表现，然后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体重跟它的体积变小了，然后塞入了更贴心的一些设计在里面。它算是一个很 compact 的一个变焦镜。我不知道它的售价会是多少，也许大家现在看到影片的时候已经公布售价了，或者是还没有。不过我猜它可能会跟一代的价钱差不多。这颗镜头是Sony 借我的那我在拍摄完之后，在体验完这颗镜头之后就要还给他们。不过我自己已经下了决定，我要购买这颗镜头。所以在2022、2023年，我会有更大量的创作会是使用这颗27-40变焦镜的。那有更多的心得，我会再跟大家分享咯。Alright， 拜拜。